Hello， 大家好，呢度咧係朝頭早嘅深都橋啊。你見到雲霧繚繞啊，仲未有太陽。朝頭早嘅氣温咧，淨係得5度嘅啫，非常之凍。深都橋嘅海拔咧，大概係3500米左右，接近於拉薩嘅，所以氣温咧都非常之凍。咁深都橋呢度出名咧，就係因為佢靠近呢個高爾茲山啊。高爾茲山上面嘅埡口咧，係可以俯瞰呢個成個地區嘅。甚至係可以睇到呢個蜀山之王啊，公假。但係而家高爾茲山個埡口咧，已經被呢個高爾茲山嘅隧道所取締啦。所以咧，我哋而家就好難再去到呢個高爾茲山埡口啦。聽講以後咧係會開發成一個景點咁嘅地方，即係要收門票嘅。朝頭早8點鐘啊，街道上都係冇乜人嘅。咁今日啦，我哋會出發去理塘嘅。途中會經過雅江，以前雅江咧只不過係一個好少沿江而建嘅小鎮仔嘅啫，地勢咧係非常之險要嘅。但係而家咧估計佢已經擴展成為一個比較大型啲嘅鎮㗎啦，我估計。因為而家新一白咧個發展真係相當之成熟，成熟度咧係超乎我預估嘅，即係我指嗰個旅遊業方面啊，真係配套方面真係相當成熟。我们现在已经离开新都桥了，今天准备去理塘。本来之前途中有个高尔斯山垭口是个观景的好地方，但是由于隧道开了之后，高尔斯山垭口已经封闭了，所以我们会先到雅江，然后直接去理塘。这些都是新建的酒店区啊，都是酒店一路过去。看好多都是那些快捷连锁酒店，这一路过去都是新建的。外面只有6度，海拔高，果然就冷。哎呀，离林芝还有1200多公里，不知道是不是高海拔地区，这个早上雾都比较大，然后云开雾散，可能要9点多吧，9点多天就会晴。早上能见度其实还行，这会儿雾已经散了一点了，天已经前面那有太阳。对，看来就是早上太早了，然后它那个雾气就比较大。高原地区天气变化就是快，就拐个弯的功夫，大好天气晴天就来了。呢一度咧就係路邊嘅一個休息點啊，服務區啊，喺318上邊咧係相當之多呢啲咁嘅小型嘅休息點服務區嘅，你喺呢度呢，就可以喺度休息，甚至買下嘢食啊，佢仲有水啊、旅行紀念品咁喺度嘅，可以喺度買。有啲休息點呢，甚至係有廁所啊添。咁你開得攰啦，不妨呢就嚟呢啲地方唞一唞。呢度係318角度啊，佢就算唔係喺高速路呢，都有好多呢啲咁嘅服務區嘅。好，咁我休息到呢度啦，咁我都準備出發啦。到高尔斯山隧道了。自从这个高尔斯山隧道开通以后，高尔兹山就变得相当容易开了。所以你说不用翻山越岭是好事还是坏事？在交通方面可能是好事，但是在游玩体验方面来说，观光方面就可能是坏事。我们已经回到了原来的318的国道上面了，这个是一个180度的弯位啊。以前我也很印象深刻的就是划过这个弯位。还不止180度，360度往下走。这个是什么松茸专卖？哇，好热闹，好多人。这个季节正是新鲜松茸的时候，然后在路上也经常看见人背着筐子，都是去山里面捡松茸的。你说关于318超车，318超车的话，如果前面是小车的，它不是超级慢的话，一般是不需要超它，因为前面车流量大的时候，你超了它，前面还是小车，你永远超不完。但是前面如果是货车的话，就可以看着机会再超。
反正开山路还是要小心啊，过弯道什么的就不要超车。雅间松茸面啊，这里呢個係雅江當地嘅撞餐嘅價錢啊。其實佢當地嘅物價咧都唔會好高嘅。撞餐館一般都有酥油茶可以飲啊，或者係甜茶，好多時都係計一壺細壺咧都已經係好大壺㗎啦。而咧麵嚟㗎，其實係有啲似呢個炸醬麵咁啊。撞餐咧，傳統嘅撞餐館其實都係主要都係麵嘅啫，係冇乜好食嘅，但係簡單快捷咯。我哋而家咧就喺雅江嘅縣城啊，從呢一座小山向下望咧就係雅龍江啦。咁我唔知道呢個名我有冇讀錯啦。咁雅江咧係依住呢一條江嚟建嘅，大家見到嘅地形咧都相當之險要嘅，因為中間係一條大江，跟住兩邊就係山谷嘅，咁所以佢哋可以用嘅地方咧其實好細嘅啫嚇。而家雅江咧上游已經係冇乜嘢可以發展㗎啦，實在太窄啦。佢哋而家應該係集中發展喺下游呢個位置嘅，即係而家見到嘅呢啲屋咧，呢度應該算係新區㗎啦。而上方呢一個河岸咧，就因為係太窄啦，所以咧就真係起唔到咩樓嘅，所以佢哋咧應該係啲樓咧都係向高發展。你睇啲樓起得幾高？呢啲應該20層樓、20-30層樓都有啦吧？而家我哋見到呢一條橋咧，其實係新起㗎，佢係直通往呢個雅江嘅縣城嘅。以前入雅江咧係要從呢座山呢個位置嘅隧道，跟住沿住隧道咧就一直嚟到呢度外邊呢一個連接住佢嘅高架橋，從呢個高架橋上面咧就穿過呢一個雅龍江，跟住就嚟到雅江啦。咁以前咧呢個地形都幾震撼下嘅，因為你係從隧道入嚟噶嘛，一入嚟之後咧轉個大彎，跟住咧就出嚟咧就係一個依江而建嘅小城鎮啦。以前呢度依江而建嘅屋咧，都好多都仲係木屋嚟嘅，咁睇上嚟咧就特別有氛圍感啊！呢度就係川藏街啦。其實雅江咧就特別細嘅啫，主要係2條老街嘅。而家咧冚唪唥都係做生意嘅。雅江咧係以藏族人為主聚居嘅地方啦，所以佢呢度咧都有好多藏族特產嘅。呢一個區域咧係盛產松茸嘅，所以咧到處都可以見到賣松茸嘅店。而家雅安咧都發展得相當之成熟啦，同以前嘅窮鄉僻壤比上嚟咧，而家真係成個小城鎮一樣。餐廳啊，細嘅超市仔啊，應有盡有。酒店就更加唔使講啦。咁雅江呢度咧係以藏族人為主嘅，所以喺呢度咧到處都可以見到一啲藏餐館啊、藏族嘅紀念品店啊，同埋好多藏族人喺度做生意嘅，算係發展得幾好噶啦，比我想象中好好多。即係如同其他山一百嘅小城鎮一樣啦，而家都已經係發展得相當之成熟啦。这个县城的交通真是不怎么地啊！刚刚拐过来，然后看到一条街上2排出租车都在那边停车，把路全堵死了，出不去，绕了一圈才出来。所以自驾来的朋友们的话要注意，如果要进这个雅江旧城区的话，还是要想清楚比较好。我们刚刚找不到停车位，然后是停在那个木雅广场的地下停车场的，然后就反正随便停一停20块钱，但是也好了，要不然你根本没有办法停车，我们吃饭都没有地方停车的。
这个旧城区的交通情况真的是因为受地形所限，所以真的是挺糟糕的，我觉得。这沿着山壁还在继续建，到处都在修啊。雅江隧道。这一条隧道就是雅江的老隧道，以前进入雅江就是要从这条隧道进入的。哦，现在的路都修得特别好了啊！你看，现在就是那条新桥一修了以后，就不需要走这条隧道进雅江。雅江大桥，哎，隧道出来就是这个雅江大桥。通过这个雅江大桥的话，以前就是从后面这个位置进入雅江的。看这边有中国松茸之乡的牌子。过了这个桥的话，左边就是进雅江，右边呢就是继续318进礼堂。这个就是香格宗村，阿文以前骑车的时候还在这边停过，拍过照片。变化大不大？你感觉？还行，还有牛了。还有牛。以前我在这里是住过一个晚上，第二天我才从这里上去。你看，这还有个民宿，康巴老爹民宿，你看盖的还挺豪华的，非常大。我哋而家已經通過咗呢個剪紙灣山啦。我身後呢一座山呢，就係剪紙灣山啦。呢個位置呢，就係剪紙灣山隧道嘅出口。咁而家因為有隧道嘅關係啦，就唔需要再走剪紙灣山埡口啦。咁亦都係表示川藏線上面咧又少咗一個非常之好嘅觀景台啦。而家從呢度嘅海拔咧係4200米。咁啱先我哋喺雅江咧個海拔咧係2600米，所以講啊呢一段從雅江到理塘嘅路咧，點解係川藏線最難行嘅咧？就係只要你一出雅江，基本上你就要垂直攀升1600米，到咗呢一個剪紙灣山埡口，跨過剪紙灣山之後咧，就要從呢一條路啦。而家沿住呢一條路嘅平均海拔咧係4200米啊，而你要沿住呢一條4200米嘅公路咧，一直有呢個超過100公里嘅路程，先至可以到理塘，所以係非常之辛苦，唔容易嘅。这里的海拔差不多4280了，我刚刚还戴着那个防晒的口罩，然后觉得好憋呀，就赶紧摘下来。我想在这儿休息一下，冲一杯挂耳咖啡，耶！平均海拔都在4000米以上的公路，现在修的都很好了。这里这种弯位，以前我们就骑这种土路上去的了。然后这个是隔不远就有一个观景平台，然后可以拍照，然后可以休息。然后当地的藏民也会弄一些什么小装饰，然后拍照的道具就是成所谓的网红打卡点。网红这个词现在我看到真是一言难尽，到处都是吧？对，你看到处都是这样子的。不过也蛮好，你开累了休息一下，然后沿路拍一拍照，有这个点儿停一下，拍一拍照。哇，你看远处那个山，这条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的公路被称为天路，以前真是艰难险阻呀。看看现在路修得多好，哇，真是天路。高海拔地区的云真是好看，这真的是意义上的天路啊，好像云跟路都连在一起了。对。哇，你看这个山头上好多牦牛啊，这是哪个大户人家呀？
而家呢度海拔大概係4300米啊，見得啲雲咧都離我哋特別近啊，呢個就係高原特有嘅感覺啊。前面那个车，对啊，它前面就没有车，它一个劲儿压线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前面这个车，不知道咋开的。高海拔地区天气好，真是像画儿一样好看呀，就跟 Windows 壁纸一样。工作人员半路捡垃圾。这个山上已经不是欧玛尼贝贝哄了，现在变成了汉字。这个车好像卡住了。哇，这两个！哇，这干什么的？这两个是出事故了。我操！真的安全第一，莫要随便超车。哇，撞成这样子，还很严重哦。希望人没事吧，希望人尽量没事吧。其实路过的小镇都已经很方便了，配套的什么吃饭的、洗车的、修车的，然后住宿什么都有。骑自行车的估计今天到不了礼堂的，刚刚在山上看到那些，应该就会住在这个村庄了。这里离礼堂35公里左右。哦，那也不算很远啊。远。你是说骑车很远？骑车就非常远。嗯。它时速可能顶多10公里左右。哦，那就是今天晚上肯定到不了礼堂了，就住在这儿的。礼堂还有11公里。前面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，把一个车给拉走了，救援的，对，把一个车给拉走了，是不是又撞车了呀？发生车祸了，精神小伙，大车来了。又多了一个隧道，不用再翻山走垭口了。马上隧道出来就是礼堂县城了，近的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世界高城之称的礼堂了。这个县城海拔有4000米，比拉萨还要高。拉萨的海拔只有3650。然后在这里怎么说？我虽然没有高反，但是上下楼梯或者活动一下，明显能感觉到气喘得很厉害，而且心脏就会跳得比之前更快。然后所以在礼堂活动一定要缓步慢行，必要的时候可以补充一点糖分，比如说葡萄糖、口服液、可乐之类的。然后呢，礼堂藏医院这边呢，你可以去买那种像枕头一样的氧气袋，也可以充氧气，很方便，推荐给高反的朋友们。这个天空之城啊，真的是离天空非常近啊，就是那个太阳晒下来，能明显感觉到头皮会有点痛。这个太阳真是太强了，衣服在户外晒一会儿它就已经干了。然后礼堂其实不是很多人会在礼堂过夜，就是因为它的海拔太高了，会不舒服。但是呢，我们居然选择在礼堂休整一天，也是勇士了。然后接下来我们会在县城逛一逛 ，Let's go。我背后这里就是格萨尔湾广场，我们今天在这里逛一下，然后在礼堂休整一下。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谢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然后接下来我们会在县城逛一逛 ，Let's go。哎呀，宝子们、家人们、老铁们，动动各位发财的小手，一键3连，关注主播不迷路，耶！